我是心动的信号第8季多多蔡琳。Hello， 大家好，我是心动的信号第8季卢远小远。大家好，还是我心动的信号第8季的金宇航。那今天呢，我们再继续陪着大家一起来陪看，往下来看一看吧。我和你之前相处，其实从一开始是以特别好的朋友的形式我们在相处，我觉得那个情况下我们是完全没有压力的。但是我其实到后面，我会莫名的感觉到一股压力。其实我只是想说，我能不能以我的方式去，就是让你感受到温度，但没想到烧着你了。挺有趣的表达方式。你还是小太阳。可能有些关系它确实就只是适合我们做最好的玩伴。小屋其实它只是一个开始，因为前2天我妈妈在杭州嘛，然后我就跟我妈妈说，我说小屋的生活让我觉得夏天快结束了，因为小屋快结束了嘛，我说我感觉夏天快结束了，然后我妈妈说夏天才刚开始，所以我觉得别急，后面还有这么多个夏天。但夏天确实是才刚开始。也好沉重。我们不是只有一个夏天，夏天还在继续了。是因为夏天在造句吗？但其实你会不会觉得说，如果你在邀约热忱遛狗那天，他跟你说会好一点？我以为就是我觉得，可能我理解的，比如说你去正常的去邀约一个人陪你做一件事情，顺畅的过程应该是，我如果想遛狗，我可以语言上或者行为上就直接跟你去遛狗。那如果说你不想遛狗，那也很简单嘛，就直接说，或者很委婉的说，我今天有点累了，或者你也可以，你不好意思说，你也可以让，你的好朋友或者你觉得合适的方式去转达。我觉得如果我们大家就是沟通好，大家可能就把这个就聊开了，对吧？因为本身2个人他本来就讲究心动也好啊，讲究缘分也好啊，还是相处也好，都是需要很多的因素汇杂在一起，他才能在一起嘛。但是我是没有想到说遛狗这件事情，这个邀约对他来说已经是一个这么大的压力了。但我觉得现在这个方式也挺好的，对，因为都是面对面的解决问题，因为我的性格其实也是喜欢面对面的解决问题。我觉得这样的话，大家对于这件事情可能都会有一个比较完整的状态去接受这个事情的结果。对，我觉得所有的事情的结果都挺好的。Hello， 这时候聊完了，王珏在做他的卤味，卤味鸡爪，对，洗个手，过去。在做饭吗？ Yes。哇，你调整情绪能力还是很强的。因为当天晚上我完全没有看出来是吧？对对对。溜一次吧，咱们还是。走，来。然后遛狗遛累了回去，怒把王珏的那个鸡爪全给他炫完了。我跟宇航我俩哭炫。对，他做的卤味确实很好吃。而且我知道当时就是王珏他做那个鸡爪，就是他知道可能因为文化的原因，瑞龙可能不是很能接受吃鸡爪，所以他还特意做了很多鸡翅。吃煎对。但是我那时候都不知道他是为瑞龙做的，我就不吃。我俩在这吃的真的，对不起啊。真的做的太好吃了，真的很好吃。瑞龙还没回来。瑞龙还没回来。怎么回事？他是不知道。那边找过了吗？我们去生活区看一下吧。对，我想着周5应该不至于加班嘛。我说他是不是一个人去 Happy Hour 了？
那我们去他房间看一看。 Excuse me。去他房间了。啊！我都不敢进了。这个信是什么？谢谢。不会吧？小远，我消失了。虽然我们聊的不多，但每次都还是非常的开心的。啊！哟，多多 ，How's it going？ 希望你都是开心的。我感觉我们都非常的像，这个很有趣。从外边看起来都是开开心心的，但我们内心还是会大起大落的。多多，我希望你最后几天可以开心的度过，虽然我知道肯定不容易。当然，如果能跟你喜欢的人在一起，那就是最好了。看到你一个晚上经历2次情绪的起伏，天哪！其实真的，当时对于身在小屋里面的我们，瑞荣离开，真的还是蛮伤感。其实我们离开小时候还是能见面，还是能联系，但是当下的感觉就好像接下来都没有他在的那种感觉，还是蛮让人悲伤的。看这个陪看了，明明昨天还跟瑞龙一起吃的饭。对啊，我在看好难受啊，主要是因为我们是属于一个正在等待他回家的一个状态里，然后结果接收到的是离开这个结果是一个非常两极反转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状态，确实是非常大的冲击。虽然都知道小屋快结束了嘛，对不对？然后没想到是以瑞龙先离开的方式告诉我们小屋快结束了。嘿，王爵，我希望你今天一切都是顺利的、开心的一天。我不知道你发现了没，我选择了离开小屋。我非常欣赏你的勇敢与对爱情的理念，就只是对不起，我让你失望了。对不起，我让你这么勇敢，却又给不了你一个想听到的回复。我在想，为什么那么勇敢的人，最后没有收获到好的结果？这其实只是一个短期的结果了。但是我觉得人生就像还有很多个夏天，我们会收获不一样的大的小的结果。我觉得做一个勇敢的人比较重要。我觉得日龙在快要结束的时候选择离开小屋，也是他自己觉得当下他最舒服的一个选择。小远说勇敢的人为什么没有答案？其实我觉得勇敢的人，他在乎答案，但是他肯定也很享受过程。对，重点还是在于那个过程，你去克服自己心里的恐惧，克服自己觉得做不到的事情，然后你会发现好像自己也能行，然后发现到自己很多不同面，然后最后你发现这结果也许只有60分、20分也好了，其实也没那么重要了。所以我觉得勇敢的人他还是会继续勇敢的。我也觉得。对。其实就像勇士，其实他不是拿起剑的第一次就能击败那条恶龙，他肯定是经历过很多大大小小的，打斗啊，就是这种挣扎，才能说做到击败恶龙这样的一个成就。我觉得其实过程会更重要一点。继续看。其实，在我的视角里，我会觉得是他有更想了解的人，但是我困住了他。没有，我告诉你没有。其实我觉得对瑞龙来说，他的离开可能是他真正意义上的开始，然后跟我们在外面更多的接触，对，他也会更舒服、更自在一点。本来人就是应该是自由的嘛。而且其实宝宝，我们都是其实就这么几天了，其实只是先后离开而已。对，其实都是这么几天了，宝宝。而且我们又不是永远见不到了，我们离了小屋之后，我们俩不见面有点难吧？
离了小屋之后，第一个联系瑞龙让咱俩吃饭。对，然后咱叫了远人一起去上海找他吃饭。就我觉得大家都得告别，只是先入睡选。换一个环境认识，对，换一个环境相处，认识一个更加真实的。说实话，在上海餐厅吃饭、见面聊天更舒服多了。对。我觉得挺好的，觉得挺好的，请拍拍我的手。对你。对，我觉得挺好的。不用太难过。干啥？我们俩状态目前良好。好，那就好。缓一缓。你们吃过了吗？几乎吃过了。什么啊？谁吃了？他说他们几乎吃过了。你们吃啦？都吃啦？没吃，是吗？马上改口了，是我应该是微吃。哇，观赏味。观赏味。要不再给你来点什么下午茶什么的？但这个衣服还确实是很适合喝下午茶。拿个彩礼得了。真开始观赏起来了。替你给我拍帅。看我脸呢？你这样怎么看到你脸呢？头发挡住了。氛围。行，行。这是什么都拍不到。包晒的。真的吗？真的。当天我记。不帅的话，你今晚上没鸭舌吃。不要那么拘束，大厨。这张应该好看。但这个相机是专门给狗拍照的。你也太幽默了。看了。我有事儿。光速驶离。这什么？啊！我真的啊！别！不是，我真的受不了。就是太无聊了，然后就开始。我笑的眼泪出来了。我想着没人会理我的，我就是。八段锦是吧？对，八段锦我练一下。真逗啊！好抽象啊！果然说是我们这里的抽象担当。这是什么乐高？这是那个迟迟送我的那个乐高花，乐高花。Hello。嗨。要不要拼这个高？到哪里拼？要不就还是看着捏手着的地方。可以啊。今天下雨了，怎么昨天不下雨？昨天是什么日子？昨天干什么了？昨天是我不太清楚啊，我不知道啊。你会觉得在小屋里过得很快吗？是很快啊，但昨天挺久的，挺快的。可以再快一点吗？你是想让他快进是吧？你很像那个猫那个表情包啊。很简单嘛。对啊，其他还蛮简单的。这个没有那么难的。这是我第一次拼过。这你第一次拼吗？也太荣幸了吧！你们拼了多久这个？
这个很快，这个还蛮简单的，还是默契到位了。其实没想到的就是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还是挺主动的嘛，还是挺主动的，是不是？我感觉就这次来到这个环境里面看大家的相处，跟我们自己在小屋里面的感受就差别还是蛮大的，我觉得其实哈，那我想问问你们觉得就是看到现在，对自己或者对小屋的朋友有没有什么新的感受，或者是感觉他有变化的认知这种？我觉得我好像对你的认识会增加一点，就是我感觉你调整情绪的能力真的很强，就是你本身是一个共情力很强的人，然后但是你调整情绪的能力也很快，所以我觉得这点特别棒。我是个很灵活的人，就是我觉得内核还是比较强大的。我可能在小屋里只有自己的视角去看到很多小屋里人的一些行为是非常片面的，并且是带有自己的主观推断的。我能够更全面的看到每一个人他为什么这么做，他做的动因是什么，他的各种心路历程，我就更能够共情他当时这么做的一个原因。其实我觉得小远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人，然后呢，也不是跳脱的一个性格，超过了这个年纪该有的一些稳重的感觉。但是很多时候一些相处，你下意识的反应和你说话的方式都是很可爱的，就是会感觉就是还是很小的小女孩的感觉。如果你很喜欢向日葵的话，我觉得你现在应该是一个向着太阳，但是没有说完全成熟的向日葵。但是我觉得你一定会成为一个完全成熟、很漂亮的向日葵。好，其实还是那句话，就是我觉得也不用那么坚强。今天哭挺多的，今天也没多坚强。今天我也哇哇哭，我也哇哇哭。但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就是蛮真实的嘛，大家都是比较真实、很真诚的人，我觉得这也挺好。那如果说再给我们做一次选择的话，你觉得你们还会选择来小屋吗？会，为什么？因为我喜欢你们。我也喜欢你，真讨厌，好快的表白。以航呢？我也会选择再来一次小屋。我这一辈子都会记得这个夏天在小屋跟大家经历的一些事情，就是这段经历会对我整个人生都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对，是的。挺好，我觉得都挺好的。其实，只是因为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个故事的时候，可能还是会被带入到小屋里面的情绪。但我还是想重申一下哈，就是重申一下，我们昨天很开心的一起吃了饭，而且我们也很开心的继续了我们朋友小屋外的故事。对，是的，会更精彩的外面的故事，继续看。